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让福宝的社恐徐奶爸化身话痨？我已经捡进去了，东西我已经捡进去了。我是说，各位朋友把手里的东西拿好，对不对？水管垫啊，盖个镜头盖啊，矿泉水啊。起因是福猪猪在外场营业时，某位游客不小心将相机盖掉在园区。好奇的福宝看到后拿着手里把玩。要知道镜头盖含有玻璃碎片，一旦吞噬，后果不敢想象。徐奶爸得知这件事后，第一时间赶来，不仅去外场拿走咬碎的镜头盖，还想方设法将福猪猪喊回内舍。还好经检查，福宝并未吞噬异物，可一向负责徐奶爸还是放心不下，生怕福宝再次出现意外，然后着急去外场提醒游客文明观福。徐小奶爸对福宝宠爱程度绝对不亚于韩国的江宋两位爷爷。当他在外场给小家伙加餐收拾卫生时，看到闺女翘首以盼的小眼神，他生怕对方等得着急，于是一路小跑回去给福猪猪开门。即便福宝坐在小门口干饭，奶爸也要时刻守护在宝贝闺女身边，还要拿出相机拍下对方的背影。只能说徐小奶爸真的是爱到了心坎里。奶爸还了解到福宝的一切小习惯，深知小家伙的自尊心很强，也喜欢亲近人类，所以他不会直接扔给对方竹子，而是特意将食物摆在干净的叶子上。每天的加餐环节也是如此，奶爸直接要拿着食物去小门口比划，似乎是在争取福猪猪的同意。福宝也在徐奶爸的宠溺之下愈发调皮，这小家伙已经能拿捏饲养员了，只要听到奶爸叫自己回家，就开始疯狂爬树，无论对方怎么喊都不理会。此时的他简直就是妥妥的公主脾气。奶爸无奈之下只能拿出竹笋诱惑，可福宝看了一眼就继续玩耍，内心 OS 别想拿一根竹笋换我回家。或许是因为奶爸明目张胆的偏爱，福宝不仅仅是性格上有了明显的转变，他也逐渐依赖起来自己的徐小奶爸。当对方在外场收拾竹子的时候，小家伙就在内舍的门口乖乖陪着奶爸干活，仅仅是一个背影对于他来说也很满足。难怪都说福宝遇到徐奶爸就是最大的幸运，毕竟徐福记感情好可是有目共睹。闭关10天的飞云终于出门营业了，萌妹抱着新宠阿贝贝美出新高度，温柔又治愈的飞云看得人心软软。宝贝望向镜头时还忍不住微笑，用自己的方式和粉丝打招呼。本来姨姨们还在担心飞云眼睛不舒服，但如今看到她充满爱意的小眼神，算是彻底放心了。只是飞云抱着玩偶小心翼翼的样子，竟像极了待宰的熊猫妈妈。知道的是萌妹闭关检查眼睛，不知道是还以为她这段时间休产假呢。不得不说，飞云真的很珍惜她的玩偶，之前爱不释手的小白象还有蘑菇抱枕都是她的心头爱。当隔壁的大胡子偷偷拿走玩具后，一向开朗的大美云直接抑郁了，气得直接守在门口不让对方回家。飞云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充满爱心，不只是身边的玩偶，还有那群雄健雄烦的小麻雀。他非但不怪罪对方偷走自己的窝窝头，还把小鸟当成朋友真心呵护着。萌妹叼起麻雀时，姨们都捏一把汗，结果她只是把人家护在怀里。难怪都说飞云是全网最善良的熊猫。虽然宝贝对小动物们母性大爆发，可她在奶爸奶妈面前就是妥妥的乖宝宝。奶妈给闺女投喂竹子的时候，一向懂事的飞云会主动帮忙拽竹子，简直就是奶妈的得力小助手。飞云乖的嘞，给你拿去。当飞云在木架上拉完青团后，也不忘给辛苦的奶爸奶妈减轻负担，直接小手一扒全都推了下去。这天飞云正玩着院子里的大石头，调皮的他还用头顶着，这场面下的奶爸赶忙阻拦，本以为需要果果才能吸引宝贝注意力，结果他一开口，萌妹就乖乖离开。扎头，别扎头！即便大美云驾孕期间身体不舒服，她也只是默默坐在原地承受痛苦，从来不会制造出声响麻烦饲养员。然而萌妹的温柔不只是在饲养员面前，身为一枚大明星的她也很宠粉。飞云心疼远赴千里来看自己的游客，每次营业都拿出最好的状态。宝贝不仅时时刻刻保持微笑，就连发呆也是满脸深情的看向镜头。当他拿着竹子大快朵颐的时候，看到姨姨们举起相机拍照，会立马放下食物，一动不动的配合对方。这小妞甚至会照顾到每一个机位，还要换好几个动作卖萌。谁能不被肯为粉丝花心思的熊猫治愈到呢？难怪姨姨们的心脏病都要犯了。妈呀，我真的要死了！好好甜啊！真是，飞云大概就是最完美的熊猫吧，集温柔懂事于一身的他，谁能不爱？胖大海就是全网最憨憨的大熊猫吧，每次出圈名场面都有种清澈的愚蠢，不想吃窝窝头他就使劲扒拉，气得瘪嘴皱眉的小表情十分搞笑，摇手撒娇失败后也是一脸懵，内心 OS 这咋和萌兰教我的不一样？当胖大海不小心咬坏玩具后，那一脸惊恐的小表情更是呆萌十足。事实上他小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，在一众同龄小伙伴中，比其他熊猫大一圈的福星最为扎眼，又粉又胖，忽像极了被泡发的胖大海，因此他才得了个如此贴切的外号。最好笑的是，胖大海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娇小，努力蜷缩着身子，连手都不敢伸出来，小眼睛还滴溜溜乱转，满脸都写着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胖大海从小就给人一种傻头傻脑的感觉，
小家伙看上去胆子又小又怂，总是用一副可怜巴巴的委屈样看向镜头。当胖大海把自己搞成青团精后，因为害怕挨骂，还畏畏缩缩地蹲在墙角。他还凭这个戏精的小眼神，成为基地首屈一指的小网红。而当奶妈抱着胖大海去称重时，走到半路，小家伙突然来了一声狗叫。大惊小怪的，你这个娃儿。身为小吃货的他还觊觎妈妈的窝窝头。正当胖大海准备拿起来偷吃时，英华就刚好逮住儿子的犯罪现场，吓得这小家伙瞬间心虚一动不敢动，像是在说老妈你应该是看错了。等到这小子稍大一些后，刚好遇到基地大面积爆发犬瘟热，北栋担心胖大海出意外，便提前召回。独自一熊来到新场地的他还很不适应，直到遇见隔壁的那个社交达人蒙兰，胖大海像是被打通任督二脉那般，竟然比小时候还要搞笑无厘头。比如谁家小熊睡觉要盖被子，这边搓脚边用被子捂着胸口的样子，看起来更加铁憨憨了。这小子还很喜欢自己的臭脚丫，甚至在营业期间就不顾形象的闻起来，被自己熏晕后直接生无可恋，总感觉胖大海下一秒就要吐了。胖大海还有个爱不释手的玩具，每当胖头鱼被沾上青团时，他就立马抱起来蹭来蹭去。打小就是青团杀手的福星一点也不在乎，宝贝就连生气也和别的熊不一样，其他熊猫都是发出汽笛声，或者一巴掌拍飞竹子震慑一下，可胖大海却是一动不动的。这是想用呆萌的眼神杀提醒游客安静吗？并且谁能想到这位铁憨憨的体型竟然像一座山呢？只能说胖大海身上的反差感真的太讨人喜欢了。直到看见福宝吃醋后疯狂撒娇惹事，才明白他有多渴望爷爷的关爱。这天又到了交换2只崽崽的日子，江爷爷抱着福二妹回到育幼室中，谁料经过隔壁时刚好被201住户看到。福宝不可置信地望着爷爷手里的崽崽，心里的醋坛子直接被打翻。直到爷爷走出很远，福宝还在原地愣神，似乎在想难道爷爷不理我是有别的熊吗？吃醋的福宝直接耍起小脾气来。江爷爷来探望时，他压根不想理会对方的呼唤。江博士今儿个怎么有空来看201住户？并且当江爷爷想要摸摸福宝多懂事，福猪猪直接一歪头躲了过去，表示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鼻子。江爷爷哭笑不得安抚的给福宝安抚，又絮絮叨叨的哄了孙女很久，福宝才勉强消气凑到爷爷身边坐下。但为了确认爷爷们对自己的爱，福宝会经常撒娇闹事获取江凤爷爷的关注。有时福猪猪大半夜也不睡觉，只为和最爱的爷爷多一些相处时间。看到江爷爷后，福宝立马来到对方身边，背过身不断蹭着栏杆让爷爷给自己按摩。江爷爷宠溺的按了很久才催他去睡觉，可无论怎么催，福宝依旧撒着娇表示自己不想去。等到福宝在外场营业的时候，为了见到爷爷，他故意藏到了南川树下。江爷爷得知福宝不见了后，立马出来寻找，翻遍整个院子才发现了藏起来的孙女。福猪猪似乎没想到爷爷这么快就找到自己，脸上的表情有些懵懵的。随后江爷爷则拿来工具把南川树剪秃了，而计划得逞的福宝也带着坏笑走了出来。等到江爷爷去帮福猪猪整理餐桌时，福宝又爬到树上藏起来，故意让对方找他。此时的福猪猪就像个脆弱的孩子，一遍遍确认爷爷们对自己的爱。福宝从小没有兄弟姐妹一起玩耍，只要有时间都是爷爷们陪孙女嬉戏打闹。但福宝过了3岁生日后，一切就变了。为了福猪猪能提前适应回国生活，爷爷们只能忍痛远离最爱的孙女，再加上要照顾爱宝和双胞胎崽崽，爷爷们和福宝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，并且每次见面身上都会带着崽崽的气味，才导致福宝认为有其他小熊抢走了爷爷的种子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爷爷们都很爱孙女，只是为了福宝的未来不得不选择远离。也许这就是人生最无奈的事情吧。直到听见奶妈强忍泪水安慰熊猫月月，才明白恶意投掷的无良游客有多可恶。在屋头不要出去了，出去他们拿东西打你，你又不能骂他们，我也不能骂他们，那咋办呢？这天月月在营业室困了，便打了个盹。谁料有些无良游客为满足自己的私心，竟直接投掷异物砸到了月月身上。奶妈得知后，立马把熊猫收回熊舍。无良游客的行为让月月难过的快要哭了。她不明白自己只是累了睡个觉，为什么就会被讨厌？奶妈心疼的赶紧拿来一大堆竹笋，想用美味让月月忘掉刚才的不快乐。毕竟身为饲养员，她没有办法去惩罚坏人，唯一能做的就耐心告诉月月远离他们。就在屋头吃东西嘎，我们不出去惹他们。月听到没有？哈，是哦，听懂了哈。也许是不想让奶妈再为自己担心，月月点头大声的回应对方。如此乖巧可爱的小熊实在让人心疼不已。月月从小就是个听话可爱的乖宝宝，奶妈用小推车送她回宿舍的时候，月月老老实实坐在车里，手还扶着车斗边缘。等到了门口，只要奶妈一声吆喝，月月就会乖乖从车上爬下来，还会在进门的时候转身贴心的跟奶妈说再见。乖巧懂事的月月很快就成了奶妈的心上熊，长大后的她更是长成公认的美女熊猫。奶妈每天都会对闺女吹彩虹屁逗她开心。这个我看了。
他不要你，看看你漂亮的容颜，我要漂亮。哎呀，好有才！听着奶妈一个劲的花式夸夸，月月边享受边对着镜头不停摆造型，最后在夸夸声中害羞的把头埋在肚子里。在奶妈爱的呵护下，月月完全不像是30岁的高龄熊猫，然而就是如此乖巧漂亮的熊孩子，却遭遇了他生命中不该承受的痛苦。尽管有大熊猫被恶意投掷后不幸死亡的新闻，但各种不文明现象仍旧屡禁不止。动物不该成为满足自己恶趣味的工具，如果不爱，请别伤害。大熊猫不仅是国宝，更是大自然的瑰宝。希望游客们能够文明观猫，不要去打扰这些可爱的精灵们。熊猫们知道自己的国宝身份后，有多嚣张。当大熊猫敏敏和饲养员玩叠手手游戏时，始终坚持熊掌在上的原则。看到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自己国宝威严，敏敏终于忍不住怒了，大胆刁民，实在放肆。独臂小侠客北侠也早早知道了自己国宝的身份。当饲养员来给熊孩子们加餐时，小北侠端着一副任何人都高攀不起的样子，嘴里慢条斯理地咀嚼着果果。傲娇表示小苹果还没吃完你就举着吧。此外，熊孩子们决定营业什么的全凭自己做主。眼前这只熊猫上班时间不仅不工作，还悠闲地躺在专属宝座上看着天晃着脚，像极了村口躺椅上摇着蒲扇的老大爷，仿佛在告诉众人有编制的生活不要太爽。而小熊精颜慧小年纪也掌握了摆烂大法，只见小家伙翘着二郎腿躺在吊床上，熊生别提有多安逸了。当饲养员想要抱颜慧出去营业时，小团子单方面表示自己要休一个小长假，毕竟身为国宝没点特权怎么能行。而雅颂小时候就和颜慧完全相反，这天傲娇小熊没玩够，死活都不愿意下班。发姑奶爸伸出手试图把他薅下来，浑身写满抗拒的雅颂就用小手紧抱着树杈，大喊我可是国宝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一把将发姑奶爸的手扒拉开。不过有时大熊猫也会因为太过嚣张而翻车。这天萌二和黄连奶爸再次上演极限拉扯，一脸生无可恋的奶爸拿着窝窝头劝二小子吃饭，而傲娇的萌二故意虚晃一枪就是不接，谁料黄连奶爸直接选择摆烂，把窝窝头扔给萌二后转身潇洒离开。二小子不以为意，还摆摆手表示慢走不送。结果萌二左等右等，迟迟不见对方回来哄自己后，才明白自己玩过火了，只能灰溜溜捡起窝窝头吃着，嘴硬道我可是国宝，傲娇点怎么了？而国宝们不仅傲娇，就连遇到社死也会当场发脾气。这天虫洞爱姐不小心从木架上摔下来，还刚好被周围的姨姨们看到，自觉丢熊的于爱恼羞成怒冲奶妈扑了过去，奶妈憋着笑一把抱住了张牙舞爪的爱姐，谁料于可也凑上来帮妹妹拖住对方，结果奶妈一手一只直接将俩熊孩子击退，这下爱姐国宝的面子是彻底掉地上了。不得不说熊孩子们实在是太可爱了。